别人野外生存都是饿得发慌，这男人不但餐餐大鱼大肉，同时不伦不类的飞禽走兽也不放过。眼前这些鸟不鸟鸡不鸡的动物，你们认识吗？是普通的野鸡野鸟，还是某种让捕猎者坐穿牢底的飞禽呢？而且熊哥这次一次性捕获到了2只，昨日的5只丛林小烧烤很快就给熊哥吃完了。然而今天他还想继续体验昨日的野味，拿出之前制作好的弓箭、弹弓套在脖子上，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柴刀，用于制作陷阱的绳索也要带上，毕竟多重的准备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重新的整理好箭羽，穿上解放牌的球鞋。不过在狩猎之前，当然也要按照惯例重新找回手感，摆上一节芭蕉树干，上边再放上一片小的树叶。这么小的目标能够射中吗？拉上满弓，仔细瞄准，干脆利落的射出，锋利的箭羽直穿树叶。看来自己的准头还在，那就出发狩猎了。一路仔细搜寻，熊哥发现了猎物的身影，举起弓箭仔细的瞄准，然而这一箭却未命中。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猎物呢？看来它的速度一定很快，显然狩猎这样的猎物使用弓箭并不适合。熊哥决定放弃，他要使用陷阱进行捕捉。灌木丛中整理出一条光滑的通道，这对猎物有着一定的诱导作用。好奇的心态会使他们前来一探究竟。一根用于弹射的树干，另一根插进地面固定竹签，而自己携带的绳索刚好可以制作这种触发式的弹射陷阱，将其固定以保持整体的平衡。绳子的一端缠绕出可自由缩放的项圈，将其覆盖整个通道，一个完整的陷阱就已制作完成。只要猎物因为好奇心的驱使，在此处经过而碰触到横向的小树枝，就一定会像这个木桩一样，绝无逃脱的可能。重新设置好陷阱，为了确保此次抓捕能够万无一失，熊哥又在不远处设置了第2处，一切都已布置完成，剩下的就是等待了。1个中午的时间，熊哥睡了个懒懒的午觉。此时的陷阱已经被触发，一只不明品种的野味早已被绳套吊在上方。此时的熊哥也刚好赶到，快速的奔跑，喜悦的心情。猎物一只爪子被绳索牢牢地拴住，它看着像是一只小的鸡仔，但又好像不是。难道是某种野生的鸟类吗？你觉得这个小家伙是什么呢？这对于熊哥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已经收获了自己的晚餐。先将猎物塞入裤兜，陷阱还需要重新的设置好。此时不远处的第2处陷阱好像也迎来了猎物，还是相同的品种。看来这2个小家伙的巢穴应该就在附近，他们共同外出觅食，不小心触碰到机关，回到居住点。熊哥趁着肉质还新鲜，便快速处理完，升起火堆，准备好用于烤制的竹签。处理干净的小家伙直接横向插入，温热的炭火会在1个小时后将其彻底的烤熟。当然，等待的时间熊哥也没有浪费，自己携带的小米辣和柠檬，这可是丛林小烧烤的必备。一点点的研磨，味道十足的酱汁，这将彻底提升烤肉的鲜嫩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先倒出鲜嫩的竹笋，作为营养均衡的调配。烤至焦香的野味充满了诱惑，熊哥忍不住深深地闻上了一口，沁人心脾的香味。半个小时的狼吞虎咽，鲜嫩的竹笋加点微酸的辣椒，这个口感不比火锅差多少。拿起小野味，再配合着蘸料的滋养，大口的撕咬，这样的荒野小烧烤看着都叫人欲罢不能，口水直流。现在我明白熊哥为什么要离开城市，独自一人来这丛林中生存了，因为这才叫做真正的生活吗？荒野中开垦种植土地，手工打造的精致栅栏，播撒上搜集的菜种，原始森林中打造私人农庄之旅正式开启。转眼熊哥已在这林中小屋生活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也是时候离开了。清凉的山泉唤醒还在沉睡的心情，最后躺在椅上感受一下舒适的环境。纵使有万般不舍，但农庄的打造必须要安排上日程了。他将回到自己曾经梦想开始的地方。4个多小时的不停赶路，晴朗的天空却突然下起了小雨。虽然给炎热的天气增加了几丝凉爽，但因此而染上风寒那就麻烦了。熊哥一路狂奔，终于到了。这是自己曾经精心搭建的竹屋，虽然违建的竹片已经全部发白，但是防雨的性能并没有因此而衰退。打开大门，屋内的一切还是熟悉的景象，破旧的竹席，散乱的生活用品，2口锅2只碗，1个用于做饭的钢圈。这里就是自己曾经梦开始的地方。大雨终于停了，打扫一下满是虫子的床榻，虽然手中的竹席已经破烂不堪，但熊哥依然舍不得扔掉，毕竟男人嘛，只要累了怎么样都能睡得着。这么久没回来，床榻的一角已经塌陷，熊哥需要重新的安装好支架。天空已然晴朗，屋内的地面还需要简单的清扫，保持良好的清洁才是真正的过日子。主屋的卫生已经打扫的差不多了，提上装水的小桶，不远的地方有自己曾经搭建的引流山泉，装上满满的1桶，无论是做饭还是冲洗，都足够自己使用3天了。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拿出，扯上一把狗尾巴草，仔细的清洗干净，才能准备接下来的晚餐。连续的赶路和为数不多的时间，熊哥已没有时间寻找可口的食物了。砍上一些新鲜的枝叶，将所有的树叶全部采下，这就是自己的晚餐了。倒上清凉的山泉，简单的清洗。为了能够更快的煮烂，熊哥将它们全部的碾碎。蒸煮还需要时间，
制作一双趁手的筷子，才能彰显自己的身份。谁一开菜一熟，大口的摄入才能品尝到叶子的甘甜。最后再来上一口蒸煮的汤汁，虽然看上去难以下咽，但真正的野外生存，只要能够补充体力都可以食用。不知道这样的情形，国内的专家看了会有什么感想呢？天色已完全的昏暗，轻轻吹灭煤灯，早早的入睡。新一天的来临，今天熊哥要正式的开始农庄打造了。先将破洞的竹席晾晒干燥，屋前的一块空地刚好可以开垦成为小的菜园，清理干净周边的杂草，携带的锄头可以减少自己更大的体力消耗。持续的刨挖，1个小时的不停劳作，用于栽种的菜园就已成型。找来一根长长的枯竹，全部切割出相等的长度，处理出足够数量的竹签，一端再进行仔细的削尖，倾斜45度插入地面，一个漂亮的菜园围栏，既能标示出范围，又能在视觉上给予享受。毕竟要建立起农庄，每一块土地的开发都要有十足的边界感，才能形成自己的心中所想，一点一点的播种。这些都是自己之前搜集起来的菜种，肥沃的森林土壤将会在不久孕育出生机勃勃的嫩芽。一天的工作结束了，来上几颗芋头，充足的淀粉足以弥补一整天的体力消耗。浓浓的烟火气息，如果将你一个人放在这里，你也可以像熊哥一样自由自在的生存下去吗？专门设置的陷阱捕获了一只长耳兔，拥有如此体重的猎物，究竟是饱餐一顿，还是圈养驯服以便繁殖呢？而一只土狗的出现，是否可以填补独自一人的空虚内心呢？热带雨林的气候还是太过闷热了，虽然总是阴晴不定，但是酷热的阳光，就算是熊哥也是无法忍受。毕竟要在此长期居住的，搭建出一个可以遮阴的凉亭，将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带来一丝清凉。山林中寻找合适的材料，粗壮笔直的大树，柴刀的持续劈砍，熊哥已获取到足够结实的支柱，上百斤的重量，足以承受住狂风暴雨的侵袭。在选定的位置上开挖出深坑，足足半米的深度，填充上泥土，再紧密的夯实。如此的一套下来，除非爆发山洪，否则它将永远都不会倒闭。接下来就是要制作顶棚的框架，毛竹被切割成竹片，取用具有良好韧性的最外层，它们可以被用作捆扎的绳索。为了使凉亭四边的框架拥有较好的承重，熊哥没有用相对简单的竹竿进行制作，而是采用了粗度刚好的树干，两两一组捆扎好一端，三角的形状不但稳固，而且还便利于后续的操作。爬上主梁，将交叉的一头固定于主干之上，等到两侧完工，两组大三角的造型刚好就可组成完整的棚顶。最后再在四面加装上横梁固定住中心，一个不需要任何辅助，而只用竹片捆绑的凉亭顶棚就已完成。而对于铺设的材料，熊哥也没有选择宽大的棕榈叶或者芭蕉叶，这种1人之高的软毛草才是最合适的选择。叶片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易沾湿，收割出整整的2大捆，用大郎曾用过的扁担挑回住所全部的铺展开，先晒干其中的水分，这样以后进行铺设就不会因为缩水而产生缝隙。然而天空不作美，刚刚还是晴空万里，现在又突然下起了小雨，看来凉亭的搭建要延后了。不过这场小雨的到来也并不全是坏处，自己开垦的菜园因为小雨的灌溉已经长出了嫩芽，住所旁边已经湿透的土壤也给熊哥带来了第2次的播种机会。再次的拿出收藏许久的菜种，看外形很像是南瓜一类，不过红色的这种就不知适合品种了。先清理干净空地上的杂草，再挖上一个小坑，每一处都撒上2粒种子，潮湿肥沃的土壤会培育出翠绿的生命。新一天的来临，此时的森林已扫去昨日的阴霾，熊哥也下山购买了一只土狗回来。毕竟长久的生存，如果能够有一只狗狗相伴，它不仅具有危险的预警作用，还能在空闲的时候有个心灵上的陪伴，暂且就叫它乖乖吧。熊哥很开心，而乖乖也很通人性，现在生存的道路上有了它的陪伴，熊哥的内心再也不会感觉到孤单。凉亭该完工了，晾晒干燥的软毛草被紧密的编织在一起，乖乖也会时不时的过来凑凑热闹。全部的捆扎完毕，再依次的铺设上顶棚，修整出整齐的外檐，一个可供休憩的凉亭就已彻底的搭建完毕了。第1项任务已经完成。为了庆祝，熊哥带上乖乖去收集一些自己之前栽种的玉米。被晒至完全成熟的玉米是目前唯一能够摄取到的粗粮，它能给身体补充平时无法得到的能量。然而很多已经成熟的果实却被啮齿类的动物啃食一口，这对于熊哥来说虽然是损失，但同时也是机会。他刚好可以利用玉米的引诱来进行猎物的捕捉。砍上一棵小树，拔掉周边的树皮，简单的处理后，就可获得一根制作陷阱的绳索，打上可移动的项圈，将其固定在弯至成型的竹签之上，一个简易的陷阱就已制作完成。选定好合适的位置，竹竿插入地面作为提供弹射的利弊，将陷阱安装好。只要有动物从此经过碰触到了绳索，那就会被立即的拴紧，只要体型不是非常巨大，都不会有逃脱的可能。熊哥还丢了一颗玉米在前方作为诱饵，看来此次的狩猎必定可以成功。再次回到住所，熊哥需要将玉米全部的悬挂起来，
这样才能防止它们不会腐烂或者生虫。门口一串尚未成熟的芭蕉，虽然它没有香蕉的口感，但是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存放，成熟后也可以当做试嘴的水果。第3天的来临，雨林的天空再次的下起了小雨。然而熊哥还有要赶紧完成的工作，他要编织出一个箩筐，便于玉米的收取。现在的森林已经进入了雨季，长长的毛竹被分割成长度相同的小段，全部切割成片，依然是取用竹片的最外层。强劲的韧性是编织竹筐的不二之选。2个多小时的来回穿插，一个称不上精致，但却很实用的竹篓总算是完成了。然而此时距离天黑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天空放晴的时间不能过多的浪费。熊哥还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可以捣碎玉米的装置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将所有的玉米制作成可食用的食物。一节被砍伐遗留下来的木桩，足够的大小，刚好可以利用，一斧头接着一斧头的劈砍。熊哥要在树段的中心位置开凿出一个孔洞，这样才可以将玉米放入其中捣碎成糊。1个多小时的持续开凿，在精细的处理好四周后，一个用于捣踹的底座就已完成。接下来就是木杵的制作了，一根粗细刚好的树干，在一头开凿出可以安装的孔洞。等到完工，熊哥还要再制作出一个圆形的木桩。然而已经劳累了一整天的熊哥，却再也按耐不住玉米的诱惑。今天他已不准备将整套装置安装好，而是选择直接将玉米用双手进行捣踹。30多分钟的不停提放，坚硬的玉米已逐渐成粉，终于可以吃上一顿正儿八经的晚餐了。加上清凉的山泉，等到水开，玉米棒子粥应该就是熊哥这段时间以来最为奢侈的食物了吧。同时这也标志着自己已从完全的狩猎时代走上了农耕时代。转眼已是第4日的清晨，清脆的劈砍声早已回荡在了丛林之中。熊哥已开始了今天的制作，木杵的利弊也快要完成，一整套大小合适、造型完美的装置，将其安装在凉亭的下方，刚好适合。深挖出2个用于安放支架的深坑。前几天自己播种的菜籽，此时已经长出了喜人的嫩芽，一切都在逐渐的走上正轨。待插的树桩放入其中，一点点的夯实，木锤放上去之后，也是大小刚好，高度适中。最后在前方填充好木槽，一个可以轻松捣踹硬物的装置就已彻底的完成。现在就是再多的玉米也都可以轻松的处理，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制作，就开始让熊哥的生存得到变化。而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又将会创造出多少有意思的东西，还真是让人期待。研磨的装置已然完成，也该将所有的玉米全部收集起来了。背上竹篓，熊哥再次出发，每一个成熟的玉米都要尽数的采集。而此时的熊哥才刚刚想起前几天在此处设置的陷阱，赶紧查看，一只体型肥硕的长耳兔已被陷阱牢牢的套住，小家伙依然存活，幸好拴住的不是它的脖梗。这个体型看上去可要比一般的兔子大多了。有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老铁吗？接近5斤重的体型，等待它的究竟会是何种命运呢？捕获一只体重超过5斤的长耳兔，专门打造的兔笼，是否预示着畜牧养殖的开始？而再次违建开垦出的菜园，随着蔬菜秧苗的栽种，私人农场的打造正逐渐的形成规模。熊哥并没有打算将捕获的长耳兔吃掉，他要将其圈养起来。无论公母，只要以后能够再捕捉到一只，就会有继续繁殖的可能。毕竟农场的打造也势必少不了动物的饲养，无论是新鲜的枝叶还是完全成熟的玉米棒，小家伙都吃得很香。就是这容易养活的特性，就决定了它可以成为农场的一员。然而总是用绳索拴着也不是办法，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，那对自己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。熊哥决定要专门打造一个可供饲养的兔笼，找来几根粗细刚好的树干、锋利的工具，让材料的准备方便了许多。然而就在熊哥埋头准备的时候，乖乖却在旁边吃起了草。看来今晚可能又要下雨了，毕竟老话说，如果小狗开始吃草，就预示着降雨的来临。熊哥要抓紧时间了。半个小时的装订，兔笼的形状已经确定，原木打造而成的4角编柱，看上去也足够结实。腾空于地面的底层竹板，可以保持好笼内环境的干燥。周边围墙的打造，熊哥完全采用竹片进行，它比木板更具有韧性，并且便于获取，间隔出大致相等的距离，保持4面完全通透，既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和自然环境的一致，也有利于时刻注意到笼内的异常。1个半小时的敲敲打打，干净牢固的兔笼终于打造完成。将长耳兔放入足够宽敞舒适的空间，熊哥又为小家伙采摘了一些新鲜的嫩叶和玉米棒，这里从此以后就是他的家了。这也预示着自己发展畜牧养殖的开始。熊哥已经能够想象得到，不久以后自己将会拥有足够数量的兔群，到那个时候，无论是烧烤兔腿还是红烧兔头，都完全没有问题。寂静的森林已步入黑夜，电闪雷鸣的降雨果然还是来了。看来小狗吃草还真是一种准确的预警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一下兔子的情况。毕竟一整夜的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很容易出现意外。幸好小家伙依然还是活蹦乱跳。一天的忙碌正式开启，
出发之前，先将芭蕉上锅蒸煮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神仙吃法，但至少可以在熊哥劳作之后，能够补充身体所消耗的能量。再次出发，熊哥要去搜集一些制作花架所用的材料。营地不远处，一片枯死的毛竹刚好适合，多插的分支可提供足够多的支撑点。熊哥又顺手带回了2片硕大的棕榈叶。然而这又是何用意呢？前段时间趁着下雨，播种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，枯竹交错的穿插好，一个简易的花架可以让逐渐长成的秧苗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攀爬。待其完全的长成，所接触的果实也能更好的成熟，而自己将会有最新鲜的黄瓜可以吃。特意带回的棕榈叶，刚好的扇子形状，可以直接制作成清洁的扫把，将两边的枝叶全部的向中间聚拢，然后再用竹片捆扎固定好根部的形状，中间安装好把手，砍掉多余的枝头。一个顺手的扫把，至少可以保持竹屋内的干净卫生。正所谓一无不扫，又何以扫天下？转眼已到了第3天的清晨，此时的熊哥已在丛林中找寻到了一些蔬菜的秧苗。今天他将再次扩建出大块的菜园，带上锄头找一块合适的宽敞空地，清理干净周围的杂草。新菜园的选址就选定在自己住所的上沿了。砍伐足够多的毛竹，全部切割成片，一共300-500根的数量，应该足够围建出宽敞的土地了。将处理好的竹片纵向平行摆放，短竹上下交错，可编织出足够大小的围栏。如此多的数量已经足够。为了能够让搭建的围栏完全的立起，熊哥还额外修整出了多根带尖的木桩，隔上相等的距离，将它们全部插入地面。编织好的围栏再进行依次的摆放，捆扎固定好彼此的连接处。为了能够更好的抵御突发的大风，熊哥又将竹片一根一根的砸入地面。至此，所有的围栏搭建就已经完成，还需要进一步的处理，才能进行接下来的栽种。所有的枯枝烂叶全部清理干净，然后用锄头将紧实的土壤彻底的翻松，顺势整理出田埂的造型，既可以顺畅的排除积水，又可以自然的区分出蔬菜的品种，就连看上去也足够的让人舒心。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，该栽种了。直接用手指扒出小坑，一根一根的放入秧苗，大致相同的间隔距离，可以保证每一株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。潮湿肥沃的土壤将会在一定的时间里帮助其茁壮的成长。看看这栽种好的菜园，纯手工开发和整齐的布局，每一步都蕴含了熊哥劳作的汗水。菜园的完成也预示着自己的私人农场已逐渐的走上了正轨。看来自己自足的生活并不会太远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